各位智慧康行的朋友们好，我是方远洲。今天想和大家认真聊一个非常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：手机丢了或被偷了的一步到底该做什么？在讲正确的做法前，先分享一个身边的案例。我一位朋友前不久在商圈吃饭，手机被偷了。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报警，于是在派出所做了近2小时的笔录。然而第二天补回手机卡后，他发现就在报警的那2小时里，绑定的银行卡发生多笔交易，信用卡被使用，还涉及一些网络借贷，损失不小。他完全想不通，明明有密码和指纹锁，他人是怎么做到的？问题恰恰出在这里，我们往往高估了锁屏密码的安全性，却低估了不当操作的可能。他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，在你察觉之前进行操作。所以，今天我必须把这套从相关专业人士那里了解的流程分享给大家。手机一旦丢失，第一步不要只考虑报警，那可能会留给他人进行操作的时间。很多朋友就因为第一步处理不当，才导致后续问题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对你和家人都很重要，欢迎关注智慧康行，并打开提醒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生活安全、使用知识的分享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话题非常关键，请在评论区回复1，让我知道你的重视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正题，咱们冷静下来想一想，现在的智能手机，它早就不单单是个通讯工具了，对不对？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工具。出门坐地铁、公交，得用它扫码；去菜市场买菜，得用它付钱；家里水电燃气费是它代扣；朋友联系、工作沟通，全在里边的社交软件里。更重要的是，咱们的手机相册里可能存着身份证、银行卡的照片，通讯录里存着所有亲友的联系方式，各种 APP 记录着你的消费习惯和家庭住址。可以说，谁拿到了你这台手机，谁就可能接触到你的相关信息。所以手机一丢，那种感觉真是心慌意乱、六神无主。这时候如果你的反应是去报警，咱们来算一笔时间账，从你发现丢失到找到派出所，再到完成报案流程，这最快也得40-50分钟吧。对于专门从事此类行为的人来说，这40-50分钟就可能进行一些操作。他们常用的一招是利用手机卡和短信验证码，这一招绕开了你的锁屏密码。他人拿到手机之后，会迅速把你的手机卡拔出来，插到他们准备的另一台手机上，然后他们就在那台手机上下载常用的支付软件、银行 APP， 点击忘记密码或者手机号登录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系统会向你的手机号发送一个短信验证码，对吧？因为你的手机卡正插在他们的设备里，这个验证码就收到了。拿到验证码，他们就能重置你的登录密码、支付密码。进去之后，转账、消费、申请那些线上借贷都是可能发生的。哪怕你常用支付余额里没钱，他们也可能用你的身份信息进行操作，而这些记录最终可都是记在你名下的。等你补办好卡，一切早已发生。因此，方远洲今天一定要把这套处理流程告诉大家。万一手机丢了，深呼吸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别乱跑，就站在原地或者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按照下面这6个步骤，一步都不能错，一步都不能省。第一步，咱们先得确认手机是不是真的被拿走了，还是自己粗心落在哪儿了。这时候立刻向你身边的朋友、同事或者旁边的店家、好心的路人借一部手机，马上拨打你自己的电话号码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是为了避免自己吓自己。有时候啊，手机可能就是滑出来掉在路边的草丛里了，或者忘在刚才试衣服的试衣间了。哪怕是被人捡到了，人家可能正想联系你还给你，但苦于手机锁屏联系不上。这里记住一个细节，别发微信也别发短信，因为锁屏状态下不显示详情，一定要打电话。如果电话通了，有人接了，那情况可能还好。不管接电话的是谁，说话尽量客气，希望对方归还。哪怕对方暗示想要点酬谢，你也可以考虑给些酬劳。这点支出跟你手机里那些重要的资料、照片以及资金安全比起来，可能不算什么。先把手机拿回来是首要目标。但是如果电话打过去，一直无人接听，或者响2声就被挂断，甚至直接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那就别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了。情况已经不太乐观，我们必须立刻、马上、争分夺秒地启动的2步，1秒钟都不能再耽搁。第2步，这是整个流程里最关键，能拦住大部分风险的一步，叫做挂失手机卡。我们刚才分析了，他人的关键就是短信验证码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掐断这个验证码的接收通道。请你用借来的那部电话，立刻拨打你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热线。这个号码大家最好现在就能记下来。中国移动是10086，中国联通是10010，中国电信是10000。电话接通后，直接找可以转接人工服务的按键。接通人工客服后，语气要清晰，坚定地告诉对方：我的手机刚刚丢失，
我现在请求立即对我的手机号码进行停机保号，或者叫挂失。客服人员会核对你的身份信息，比如身份证号、近期通话的号码或者服务密码等。你按照提示回答，一旦核对通过，客服会在系统里停掉你的手机卡。这一步完成后，他人手里捏着的那张你的手机卡，立刻就变成了一张没有信号的卡片，再也收不到任何短信验证码了。这是构筑安全防线的关键。第3步，我们要去处理那些移动支付的账户。光把手机卡停了还不够周全，因为有些支付软件在特定的网络环境下，或者之前设置过小额免密支付，可能还存在风险。所以你需要赶紧借用朋友的手机，登录你的常用支付软件的安全中心进行相关设置。如果你一时手忙脚乱找不到入口，或者不记得怎么操作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客服。支付宝的客服电话是95188，微信支付的客服可以在微信里查找，或者通过腾讯客服热线联系。打通后，明确告诉客服，我的手机丢失了，我的账户存在风险，我请求立即处理账户的相关功能。客服会引导你进行操作。这一步等于是给你的网络钱包加上了一层保护，确保资金安全。第4步，轮到我们联系银行了。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手机银行 APP， 或者你的常用支付软件绑定了银行卡，这一步就省不掉。每张银行卡的背面都印有该银行的全国统一客服电话，如果记不住，用朋友的手机上网一搜就有。打通银行客服后，同样转人工服务，告诉客服你需要办理口头挂失或者临时冻结。这一操作一经生效，你这张卡的状态就会变成只收不付，也就是说，钱可以打进来，但无法转出。即便他人之前通过某些方式知道了你的银行卡密码，到了转账环节也会被系统拦截。这一步就是给你的存款加上一道保护。第5步，这一步很多人会忽略，但非常重要，那就是立刻通知你的亲朋好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信息手段多种多样，如果他们发现无法操作你的账户，很可能会利用你的社交账号，比如微信、QQ， 模仿你的身份去联系你的亲友，比如用你的口吻给你家人发消息说，我急需用钱，快转钱到这个账号，或者给你的好朋友发，我手头紧，借我一些钱周转一下。你的家人朋友一看是你的账号发来的，情急之下可能就相信了。所以你一定要马上借手机，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一条说明，最好能同步到其他社交平台，在你们的家庭群、好友群里都提醒一下，明确告诉大家，我的手机于今天几点左右丢失，目前正在处理。如果有人用我的账号以任何理由向大家借钱，要验证码或者求助转账，那一定不是本人，请千万不要相信，不要进行任何转账操作。有事请通过电话可以留一个紧急联系人的电话与我核实。这一步是保护你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不让他们因为你的失误而受到影响。第6步，也是最后一步，当你把前面5步都扎实的做完了，确认自己的资金账户已经安全，亲友也收到了提醒，这时候你才可以安心的去派出所报案。去报案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能立刻找回手机，当然能找回最好，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必要的程序。你要向工作人员清晰的说明手机丢失的时间、地点、手机的品牌型号，最重要的是提供手机的 IMEI 序列号，这个号通常在手机盒子上，或者你之前如果云备份过也能查到。拿到报案回执单，这张纸很重要，它是一个凭证，万一将来有他人用你的手机进行了相关操作，或者以你的名义产生了什么记录，你可以凭借这个报案回执，向相关部门说明在那个时间点之后，手机已不在你的控制之下，从而厘清责任，这是给自己留一个记录。走完这6步，整个处理流程才算基本完成。之后，你就可以带上你的身份证，去就近的运营商营业厅补办一张新的手机卡。新卡一激活，旧卡就失效了。然后把新卡装进你的备用手机或者新手机里，再逐步去处理你的支付账户，解除银行卡的口头挂失，生活就可以慢慢回归正轨了。好了，关于手机丢失后的这套处理流程，方远洲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梳理了一遍。如果觉得信息量大，一次记不全，建议您把这个内容收藏起来，或者分享给家人看看，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。聊完了这个话题，方远洲还想跟大家延伸聊另一个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碰到的，让人困扰的是，我敢说，多数用智能手机的朋友都遇到过，而且觉得不方便，那就是手机用了1-2年之后，电池续航变短，而且手机变得反应慢。新手机买来时，充满电能使用1天，现在呢，出门需要带充电宝，半天不到电量就不足了。这其实不全是手机质量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跟咱们平时的一些使用习惯有关。为此，我专门请教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，把他的一些使用建议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，咱们得明白一个基本道理，手机电池为啥会老化？现在的手机屏幕是越做越大，功能是越做越强，处理器性能提升，但电池技术的进步相对没有跟上整机性能的提升。
目前手机普遍用的是锂电池，它的工作本质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。你可以把电池想象成一个有寿命的能量存储单元，每次充电就是存储能量，每次用电就是释放能量。但这个存储单元用久了，性能会下降，它能储存的总电量就会越来越小。这就是我们感觉电池不耐用的根本原因。一般来说，一块手机锂电池的完整寿命周期大概是500次左右的完全充放电。什么叫完全充放电？就是从100%用到0%，再充满到100%，这算一个循环。那我们怎么让这500次循环用得久一点，让电池老化的慢一点呢？老师傅说了几个注意点，大家可得听仔细了。第一个注意点，也是很多人观念里的做法，等到手机电量耗光，自动关机了再去充电。这可能是受了早年镍镉电池记忆效应的影响，但现在的锂电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深度放电和过度放电。如果你经常把手机用到自动关机，那对电池内部结构是有影响的，长期这样电池的活性会降低，寿命会缩短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随用随充，别在意电量还剩多少，只要有条件，比如在办公室、在车里就插上充一会儿，尽量让电池电量维持在30%到80%这个区间。这个区间是锂电池的适宜状态，是最有益于延长使用的状态。第二个习惯是很多朋友改不掉的，边充电边运行大型程序或者看高清视频。手机充电时本身就会发热，如果你同时还在运行大型游戏这种高能耗应用，处理器全速运转也会产生热量，这两股热量叠加，手机温度会升高。而高温是锂电池需要注意的情况，持续的高温会影响电池性能，导致电池容量下降。所以充电的时候，尤其是快速充电的时候，最好让手机适当休息。第三个问题，手机反应慢怎么办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存储空间满了，拼命删照片轻缓存。老师傅说，很多时候反应慢的原因不是存储空间，而是运行内存被占用了。你可以把运行内存想象成你家厨房的操作台面，你每打开一个 APP， 就相当于在台面上放了一个物品，你同时打开多个 APP， 台面就堆满了，手机自然就慢了。这里有个很实用的设置能帮上忙，在你手机的设置里，找到电池或应用管理或优化这类选项，里面通常有一个功能叫锁屏后清理，后台应用或者超时自动清理，你可以把它设置成锁屏后几分钟自动清理，这样每次你放下手机不用，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关掉一些后台运行的应用。这样一来，不仅省电，下次你在使用手机会感觉流畅一些。另外，现在很多手机都有性能模式，如果觉得手机实在影响使用了，可以临时开启这个模式，手机会调动更多资源来保障流畅度，当然耗电会加快一些。还有一个叫内存扩展的功能，它会把一部分存储空间画出来当做临时运行内存用，对于内存较小的手机也有一定帮助。最后，老师傅还提了几个日常省电的小习惯，我也一并告诉大家。比如那个定位功能，不用地图导航的时候，最好在快捷设置栏里把它关掉，它在后台运行会消耗电量。还有蓝牙，如果不连接耳机或音箱，也记得关掉。屏幕亮度别调到最高，既刺眼又费电，设置成自动调节亮度最合适。再就是避免把手机长时间放在高温环境下，比如夏天直接放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下面暴晒，那对电池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当然，如果您的手机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，电池确实续航严重不足，那方远洲的建议是，可以考虑去官方或正规的维修点更换一块全新的原装电池。换完之后，使用体验会提升，手机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。今天方远洲跟大家从手机丢失的处理，聊到了手机电池的日常使用，归根结底是希望大家能更安全、更长久、更舒心的使用这个我们离不开的工具。毕竟在当今社会，手机是我们重要的生活助手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您觉得哪个部分对您触动最大，或者说最有用呢？是那一套环环相扣的丢失处理流程，还是那些能让手机保持良好状态的使用建议？如果大家都觉得有收获，那我方远洲就太开心了，说明今天的分享有意义。未来在智慧康行，我还会继续为大家整理这些生活中能用的知识，帮大家注意细节，提升使用体验。如果您不想错过这些内容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。我是方远洲，咱们下期再见。